看地图玩台南，我将会用地图的方式告诉你们台南的景点分布以及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首先从台南的交通枢纽台南高铁站开始讲起。那台南高铁站的位置比较偏僻，可以先转搭台铁从沙仑车站搭到保安站，玩奇美博物馆和石鼓园区。奇美博物馆的藏品很多，景观也很美，是在我心中可以排到台湾前3名的其中一个博物馆。除了常设展和特展之外呢，他们也有实境游戏可以参加，依照游戏的主题，在各个展厅寻找线索，适合家庭或者是多人参观游玩。石鼓园区内有非常多的游乐设施，但每项设施基本上都需要至少120公分以上才能游玩，这点需要特别的注意。如果时间只够去其中一个，一定要选择去奇美博物馆，那里真的非常值得一去。上面的安平和中西区附近就是台南景点集中的精华区，我们可以坐台铁到台南车站，后面就是成大。想逛百货公司的话，可以以这个车站为圆心，附近有2间远东百货，一间星光百货，旁边是 Focus 百货，远一点还有一间南纺百货和另一间星光百货。这间星光百货的对面是蓝晒图文创园区，一开始以为这里跟博尔差不多，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园区很小，里面的可看性并不大，大概半小时就可以走完，我觉得很令人失望，可能有办市集或者是要逛新宫的时候再来就可以了，不然不用特地前来。往上走就是台南一些比较有名的特色街区，第一条是保安路，一直到小西门圆环那里，沿路都有非常多的小吃。第二条是再往上的振兴街，这里比较多咖啡、甜点店和手作店。往上有名的全伟家就在这里，可以一直走到前草商圈和西市场逛街吃东西。而且这里刚好与国华路衔接，假日的人潮是很恐怖的多。国华街可以一路走到永乐市场，这市场和国华街沿路充满着当地的小吃，是台南著名的美食街。旁边则是神农街，这条可以沿路走到水仙宫市场，但是这个市场是早市，不像其他市场开这么的晚，要注意一下。那么刚刚振兴街旁边还有一条海安街，这里必须晚上来比较热闹，是去酒吧吃宵夜的好地方。至于旁边的和乐广场和瓜牛巷没什么好逛的，不用特地过去。在旁边一点是台南美术馆，它分为1馆和2馆，外观都很有特色，很适合拍照打卡，没必要进去了。想逛逛这里的话，可以去旁边的台湾文学馆、孔庙或者是司法博物馆走走。比较特别的是，司法博物馆有一个猫道，是限人数参观的，每天的10点和下午3点各开放10人。到西侧长廊登记处领到参观证即代表报名成功，想体验的游客要额外的注意。而孔庙除了要进大城门要花40元买门票之外，在外围区域走走是不花钱的。孔庙旁边有个孔庙商圈，这里很小，摊贩也很少，没什么可看性。另一边的林百货和一般百货不同，主要是贩卖手工和文创商品，想买特色伴手礼的游客可以来这里。附近还有一个气象博物馆，这里分为古迹和博物馆本馆。因为这古迹外形像胡椒罐，所以也被称为18角楼。旁边博物馆的1、3、5楼展区分别为气象、地震、天文和海洋的主题，有时间可以来走走逛逛。往上走就是赤坎楼，这景点虽然是有名的古迹，但这个园区很小，而且我最新一次去的时候，还有大片区域在整修，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逛完，不是很值得特别花时间去参观，除非你是台南人，能够免费入园，不然的话在外面看看拍拍照就可以了。它旁边有一个鸭母寮市场，里面也藏有许多的美食小吃，肚子饿也可以来这里买东西吃。不过要注意，它跟水仙宫市场一样，都是早市，只营业到中午。
再上去就是台南有名的花园夜市。但其实除了花园夜市，还有武圣和大东2个夜市。这3个夜市其实都蛮大蛮好逛的，有机会的话都很推荐去看看。他们礼拜一到礼拜天是轮着开的，只要记住口诀大五花大五花，就可以依照你的旅游计划调整去哪个夜市。OK， 那么中西区和附近的主要景点都说完了，我们来讲另一个景点集中的安平区。可以搭乘公车或者是台湾好行到达安平古堡或者是安平树屋站，旁边就是安平树屋园区，里面还有一个德记洋行。我记得里面有蜡像和动物的标本，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但是这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过了，不知道它现在跟我当初去的时候一不一样。如果没有蜡像的话，我会觉得这里蛮普通的。下面则是安平古堡，觉得跟赤坎楼一样，在外面看看就好。不过这里有好一些，因为除了园区比较大之外，还有一个有冷气的博物馆，相比之下购票入园的可看性比较高。古堡旁边有个老街，六日来的话摊贩会更多一些，也更热闹。附近还有东兴洋行、台研宿舍可以逛逛，以前还有一个汽油出张所可以走走，但是现在好像歇业了。在旁边一点是台江公园，主要是来看湿地和红树林。这里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四草绿色隧道，号称是台湾的小亚马逊，需要花200买票乘船进去。我是搭乘绿隧航线，说实话真的很值得花时间来乘坐一次。凭票根还可以免费参观旁边的磨香鲸博物馆，在附近也有一个台江鲸豚馆，里面放的则是布氏鲸的标本。台江国家公园下面还有一个关系平台，可以玩沙看日落。旁边的渔光岛上也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以下去玩水。另外岛上还有一个虱目鱼主题馆，里面有贩卖虱目鱼口味的冰棒，冰棒的味道像是牛奶和鱼松的混合，咸甜咸甜的。有兴趣的也可以来尝试看看，我记得一根是35元。那岛上的旁边还有一个德阳舰园区，虽然这里的景区不大，但是对于没上过军舰的人，还是推荐能去走一走看一看。一载京城也是在这里，但听说里面面积真的很小，就没有买票进去看过。那么安平区的景点大概就是这些，接着是离这里最近的景点二寮日出亭。在天气好的时候来看日出和云海是很漂亮的。往上走就是七股盐山和顽皮动物园，都是我好多年前去过的地方。盐山没什么印象，但是动物园的话，在当时我记得规划的还不错，很适合带小朋友。最后一站盐水武庙，每年的农历1月14和15号都会举行绕境，并在15号当天在盐水国中释放盐水风炮，想参加的要自己注意时间。好的，那么这些就是第一次来台南推荐要去的景点。在中西区上面和旁边一点的麻豆、永康那一大片区域，景点比较的分散。我个人是觉得之后有在来台南深度旅游的时候再去就可以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讲这里有哪些景点可以去玩。至于晚上住宿的话，建议选择中西区，会比安平区热闹，也离夜市比较近。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阿发布子，我们下部影片见。